大家好，虽然知道台风从台湾西岸上来，破坏力会很惊人，但还是超出了预期啊！这是一入院子看到的景象，直觉先到后院观看一下状况，因为后院地势比较高，清窗的状况还好，芦笋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则是预期中的事啊。没有拉支撑绳，再自然汰换一下母精就可以解决。鸡蛋花因为躲在墙角，毫发无伤的样子，就远超乎想象了。台风过后的勘灾，因为只是家庭种植啊，农损的问题就不用想太多了，也不会有补偿嘛。个人在意的是设施有没有状况。作物的状况，只要没有连根被拔起，可以反复采收的菜，该修剪或是补救得先做了。这样处之泰然的态度呢，只是觉得作物再重新种植就好。这也是为何一直强调，怕面对高菜价、基本耐水的菜，在夏天时得先种好。而这百香果棚架果然应声而倒啊！不过看起来倒得很理想，所有结构都还绑住了。因为地面是水泥地，台风前又没有加强固定，倒掉后感觉倒是视线明亮许多啊。在意结构有没有散掉的原因呢？是因为这只是用束带进行固定，要进行拆解，只要用剪刀剪开，很快就可以分解啊。至于这已经结果中的百香果，倒下的过程并没有将根系拉起，处理的方式枝繁叶茂不好解开，就采用重剪的方式留下几根枝条，拉到一旁临时摆上横杆还未固定的棚架上，先让它重新长枝开叶后，再进行修剪微调就好。而前院这被吹倒的九重葛，试推了一下，发现简单就可以推直啊，因此就来把它推直，让它重新站好。先从倒下的另一侧直接挖土，直接挖土的过程就知道倒下的原因了。这里的土壤有机质成分做很高啊，随便一挖都是蚯蚓，土壤变得太过于疏松，强风吹袭又有水，倒的也非常合理啊。最后把剩下的土再回填就完成了。这是唯一倒下的树了，算是个人的失误哈。没有在台风来临前多做支撑或进行修剪。而这一旁的七里香，这次比较不同，这么矮小的花盆还可以被风吹倒，就是真的非常意外了。时常被人倒车时撞习惯的哈，现在只是被风吹倒，应该问题也不大。至于一旁要做门面可以拍照的九重葛，因为要避免顶芽优势又断掉，这根长枝条有事先绑在芽管上，虽然也被吹倒，但顶芽还在。很庆幸只是发生在雏形阶段，全部完成后才发生意外，就比较不好处理了。而老神在在的慢慢处理这些事情呢，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看灾看得太随便了。当这里的邻居说有看到瓦片掉到灌溉河道吗？还以为只是小事，捡起来不就好了。当看到老旧猪舍旁的灌溉河道时呢，是福是祸不好说啦。原本就办它的屋顶，完全不用自己慢慢拆之外呢，这砖墙内的空间规划就可以启动了。
只是要清理这些河道里的瓦片，很需要规划一下，毕竟也是一大出火啦。而这些也是菜地里时常会出现瓦片的原因。谢谢收看。